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3对求助者，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苏先生39岁，来自河北，影视道具制作；宋女士38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谁为这个家付出的多？我付出多，因为我一个人挣钱，4个人花，为了他们娘仨，我什么苦都能吃。我付出的多，结婚10几年，我一直当牛做马，从没听过他一句感激我的话。你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不关心孩子，更不关心我，越来越自私。我希望他能懂，夫妻各自有分工，他做好贤内助，少让我操点心。好，对这个婚姻的这个评价出现了偏差了啊，说说怎么了？结婚15、16年。我感觉他对我的付出，对我的这个为家的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很无视，一直就是没有一句感恩的话。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在老家，后来生了大女儿以后，然后他想着去北京发展，我就辞掉了我在邢台的幼师的工作，带着孩子去北京去找他。去了以后，我跟孩子就是不想成为他的累赘，所以我就自己办了一个托管班，招了有10几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不容易，办托管班，然后为了减少开支，把我妈妈从老家也接到了北京，帮我们做饭呀、打扫卫生，然后带孩子。但是她呢，特别没有眼力劲儿。回到家以后，坐那该刷手机刷手机，该躺床上睡觉睡觉，然后连个碗也不带给你收的，这个凳子挪都不带给你挪一下的。因为我那个工作也累，性质不一样，因为我的工作可能每天10几个小时都在站着工作，所以回到家里边就不想做事了。有一次他好几天没有回来了，然后他回到家，我们正在桌子上跟我妈妈还有孩子正在那儿吃饭，然后进门以后他连声招呼都不打，然后他就那个推我那个卧室的门，然后进去倒头就睡。然后我妈妈感觉我挺辛苦的，家里家外的，然后我妈妈可能就发了几句牢骚，然后他听见了以后挺不高兴的，到了晚上以后就跟我吵架。有一次就是吵急眼了，把托管班的这个东西啊什么的都给摔了，然后把墙上这个画全都给撕掉了。我一气之下就跟他提出了离婚，带着大女儿回了老家，然后把小儿子扔给了他。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就不想让他父母来，你知道吗？啊，毕竟年轻人和老年人可能生活有差距，有不习惯嘛，就是。再一个回去为啥没给打招呼？因为那个时间我连轴转工作，就是不休息，就是连轴转熬夜熬了好多天，很辛苦。回到家里边就是倒头就想睡，就没有给咱们父母打招呼。我替这位大哥说一句，我们这个行真是这样的，道具、灯光，就是现场的所有的人，就真的是熬夜，有的时候是真是熬到崩溃。对，我有一次人家给我打光呢，就睡觉的一场戏，我打上呼了，你们信吗？我真的睡着了，就布着光的时候睡着了。那个嫂子哈，真的是这样的。真的，可能就是他那次比较累，但是他哪怕就是正常下班回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帮着我去做任何的事情，家务活一律不动。反正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彻底两地分居了啊。然后他在北京工作，我在老家还干活老北行这个幼师。他钱交给你吗？钱给，现在是挣钱挣得多了，但是我感觉现在我的压力大了。咋了呢？他现在是远控操控我，让我给大女儿报什么舞蹈班、美术班、古筝班等等，还有这个小儿子武术班、足球班，然后他并且还感觉就是想学就得学出个样来，学不出样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孩子报了这么多班，时间地点都是不一样的，我都是来回接送孩子，我就没有办法工作。没办法，我又辞掉了工作，回归了家庭，然后当起了那个全职妈妈。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有什么抱怨的？最起码你整天在空调屋里，对不对？然后孩子上学了，你还有时间休息，我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工作熬夜熬点的，比你的辛苦多了，而且在室外很辛苦的太阳底下，我觉得你这都不需要抱怨。我觉得真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的工作场景或者怎么脏怎么危险，你就不会说这些抱怨的话了。哎，很多男人都这么说。但是其实他可能不是想跟你比谁轻松谁那个，我觉得你没听明白你自己的要求。我就感觉就是我对家里边做的这些，他都不懂得感恩，漠视，就是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我现在每天就是家务、带孩子、接送孩子，真的不轻松。是，全职妈妈真的不是这么好当的。我也是女人，我也希望自己穿的光鲜亮丽，然后走出去以后跟朋友逛逛街什么的。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一年也就最多1、2次跟朋友出去逛逛的时间。但是这些呢，他都感觉我都是理所当然的，我都是就看不见我任何的付出，就感觉你在家里边你就是管管孩子嘛，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有一次同学聚会，我跟我同学已经7、8年没有见了，没有聚过。然后就是我们出去吃了个饭，他就给我打电话问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外边跟同学吃个饭。你们孩子呢？我说孩子在我爸我妈那儿照看着呢。他就不乐意了，不高兴了。那个你把孩子往家里一扔，你就不管了？自己出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啦，还出去潇洒去了。我说我不会太晚，我就8点钟左右我就回去了。然后到了8点，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你在哪儿呢？还没回去呢。我说还没有呢，我跟同学之间闲聊了几句，然后他就不高兴了，然后他还把电话打到了我妈那儿，打了5、6次，一个劲儿问回来了吗？怎么还不回来？在哪儿呢？跟谁去吃饭了？还控告我说，他说你能不能管管你家闺女啊？天天让他就是家也不管了，把孩子一扔出去疯玩，出去潇洒去，跟谁出去了呀？跟谁去吃饭了呀？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也不回，我没办法了，联系不上他了，又担心他出去，对不对？再加上看他把孩子扔到家里边没人管，然后就很生气，因为我每天工作这么辛苦，让他去培养孩子一心，但他却把孩子扔下去给别人去吃饭，那我心里能不生气吗？你想想，就今年6、7月份的时候，北京将近40度的温度，我连轴转了21天没有睡觉，基本上每天就休息1、2个小时，工作的时候休克的时候就有2次就晕过去。我也没有说老出去呀，一天天的出去长外边不着家呀，就这么1次。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2个的这个教育理念也不同。他就是感觉把这个钱呢，都要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给孩子报着各种班，然后感觉这些孩子学得不好了，也都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教育好孩子，是我们没有管好孩子，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一个责任。孩子有一次，我女儿舞蹈考级，身体有点不舒服，没有过，他也没有问原因，也没有安慰孩子，上来就给孩子一顿的吼。那不也是为了孩子吗？对不对？你觉得你妻子怎么样？还行吧。行吧，你感谢过他吗？都是行动当中，没有用嘴上去说过。行动怎么个行动？我的生日还是情人节，一年到头你给我买过1样礼物吗？干过1件家务吗？管过1次孩子吗？我不是都在行动上不说了吗？我不爱善于那种表达。这人家问你呢，就是你的行动是啥？行动啥？你比如每个月我挣2万多块钱，1个月吃住只花2000块钱，剩下都给他。就是钱给了嘛？对呀，在北京消费你们也知道多高，我1月只花2000块钱。不是钱给了，你也不让人家花呀，你全花在了你孩子身上了。班几个一报完，全部都没有钱了。不会，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我挣的还行吧。你挣的还行，然后有时候还会问你啊，这个月我给你打了多少钱了，还剩多少钱？你这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查账。对呀，你这个是什么呀？你是不是给我花的吗？平常有关心吗？有打电话吗？有。打电话，要是说不忙了，心情好了，可能就给你多说几句。但是我要是有点头疼脑热啊、难受啊什么的，他也没说你吃点药啊，好好休息休息，或者是就是不行，把爸爸接过来，把孩子放到那边。我就感觉你哪怕有这么样的1、2句话，我心里边也是暖的，就很感觉在这个家里边连个保姆都不如，保姆也得有休息的时间，也得有工资吧，我有什么呀？在他的心里，他觉得你这点事儿就根本不是个事儿，比我轻松太多了。你是在家里享福呢，是吧？让我最伤心的就是生我们小儿子的时候，生完小儿子那时候我在病房，然后他就挺高兴的，然后跟群发信息啊，跟亲朋好友啊报喜啊什么的。然后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对我说，然后说什么感谢大自然的馈赠，然后给我们家凑了一个好字。我那不是当时就感慨嘛，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嘛。我听过谢天谢地的，没听过谢大自然。我就感觉是大自然给你生的孩子，还是我给你生的孩子呀？也没有对你不好，要给你买鱼煲汤啦，或者做好吃的。那你买过几次？就那1次吧，一个就拿这个说事儿。1个月子下来就吃过1条鱼啊？因为我就几天就走了，那时候没有时间，那时候工作忙。你多久回1次家呀？多久不固定，就是大概3、4个月回1次家。
3、4个月回一次。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一直没开口来说这个大哥？因为我们在现场真的，他有的时候接电话就挂。我见到现场无数个这样的人接电话，停1秒钟都不能停。导演说要拿这个道具来，快，刀哥，到所有人都在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都没有忍心说这位大哥。不是，我们没有抹杀他的这个工作辛苦，我们是说他没有看到妻子的辛苦。哎，他没看到是吧？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大女儿在2周左右的时候，然后查出了肾病综合症，然后当时是我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医院挂的号，住院住了半个月。然后是我妈妈还有我婆婆，我们3个人倒替着，她下了班就去那医院里面坐一下，然后又走了，就没有待过1天。大女儿这个病，就是说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发展成尿毒症。然后出来以后，我们也就是一直用激素药控制，然后就吃了整整1年。她还有很多饮食上的要注意，每次做饭我得单独再给她做一份。然后我每天1天3顿的药都是我一个人喂，孩子又小，我7、8种药他没有喂过1次，他饭他也没给孩子做过1次。等孩子1年以后康复了以后，他说感谢这个医生的医术的高超，然后又说是他的功劳，他说是他把孩子带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这么好的医院来看病。不是，那你老婆呢？对呀，他在那照顾孩子嘛。那就照顾这件事儿可以不提是吧？可以被抹杀是吧？不是被抹杀，因为我也有我的事情，因为我得需要工作。不是你说一句啊！你说一句，你感谢老婆呀！你说一句啊！因为我感谢可能不爱挂到嘴边去说。难道你感谢大自然怎么挂在嘴上呢？老二多大了现在？老二现在12岁了，赶紧自己干点什么吧。对，所以说我现在就想让他回到邢台去发展。现在异地，我们2个异地已经有6、7年了。我当时回去过中介，1月就4、5千块钱，而且我在北京挣2万多，回去4、5千块钱能接受得了吗？他回来只会添乱。他回到家里以后，你的女儿会觉得爸爸的回来多余，家里会闹得鸡飞狗跳的。小儿子可能也会因为爸爸突然出现呢，导致你的管教都会出现了偏差。他回来钱还变少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呢？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孩子就是尤其是女孩子，现在今年要上初2，我感觉她应该充当一个父亲的角色。我感觉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她需要有父爱的。他需要有晚了！初中的你忽然让初中的女孩子突然多了一个天降一个大自然爹来管她，那么对这个女孩来讲会加重她的叛逆期，她的青春期反而会一下子过得乱七八糟了。反正我就想着能够一家人在一起还是比较好的。你现在如果突然让先生回来了，儿子和闺女儿他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因为米娜老师刚才说那是对的，就突然等于天降神兵嘛。对，你跟他们说过吗？就包括你们俩争吵的时候，孩子们对你们俩的争吵怎么看啊？孩子还是不希望他能回来，因为他回来以后可能给孩子就是很大的压力，他感觉在这个家里边也很压抑。好像是采访了闺女了啊，我们看一段采访好吧？我妈我爸反正现在就是经常吵架，我妈总害怕他们一吵架最可怜的是我和我弟。其实我觉得最可怜的是我妈，吵完了我爸可以不接他电话，该干啥干啥。我妈只能一边憋着哭，一边给我和弟弟做饭。我想对我爸说，我以后嫁人不会选你这样的男的。我想跟我妈说，虽然我讨厌我爸，但你别跟他往离婚上吵。以后我和我弟听你的话，我爸对你不好，我们俩给你补。哎呀，这听着挺心酸的。对，我觉得大哥其实他还是很爱他的孩子的，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这个家里头，你自己最爱的是女儿和儿子，但事实上最爱你的人却是你老婆。对，你爱错了，你的2个孩子反而在心里头都在拿个小本本记仇。我爸逼我学这个，我爸又训我了，我爸又把我妈惹火了。只有你老婆是跟你吵了无数次架，最后都还是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求你回家。所以家庭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的这个顺位摆放嘛。对。哎，你们听过之后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互相得体谅下。樊先生是那个泥瓦匠出身是吧？和稀泥的。这稀泥活的。我是觉得呢，就是虽然我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达他这个阶段，但是我其实挺理解这个大哥的。就是他在这个外面工作什么的，其实说白了还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孩子。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可能没有去考虑这个大姐她的这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给大姐多一点关怀。婚姻就是2个人的事情嘛，跟我们恋爱一样，也是2个人的事情，2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这种是最重要的。其实刚才我听大女儿这段录音呢，其实她有句话没说，就她长大一定不会嫁像她爸这样的男人，她内心深处也一定不想做她妈这样的女人。这2个人为什么都在女儿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成功的父母的形象？其实能够换位思考，去懂对方的苦，这样才能够让对方能够理解你的难。这是你们需要在沟通方面调整的一个方式。刚才我看这个男士一直在向白老师这边寻求一些共情，因为我真的很共情。是的，因为他们是一个行业，他们能理解。但是我是觉得你从来就不去肯定你的妻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差劲。作为父亲，你对孩子是关爱的，但是你给的温情这一块也是很差劲的。就这一桩婚姻，假如想维系下去的话，就不能变，什么都不要变，因为只要一旦打破你们之间的平衡模式，这一个婚姻将会变得不能忍。别看妻子此刻要求的是丈夫快回来吧，那是因为她不知道丈夫一旦回去，这个家里将面对的凶险。且不说是经济上的一个巨大改变，14岁的女儿马上就要读初3，她可能会因为父亲回家导致跟父亲的剧烈冲撞。接下来还有12岁的儿子，可能会在跟自己的父亲相处过程中有各种逆反，导致你的丈夫在家里头可能整个情绪不稳定，本来事业又有挫败感，再加上2个孩子，让他觉得我花了巨多的钱就为了培养你们，你们2个却如此的讨厌我，而且你们2个看上去也不怎么地，仿佛钱都花冤枉了。眼下您应该降低欲求，这个欲求就叫做一家其乐融融。眼下是这个家庭最不能让这个男人回来的时候，您自己考虑。今天我觉得各位老师嘴下留情，对您先生嘴下留情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基本都是同行，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你工作的性质和您的辛苦。但是，对不起，接下来我不能嘴下留情了，我要跟您说一个扎心的真相。您去指使妻子给您的孩子报了那么多这个班那个班，为什么？因为您在各个剧组看到了那些光鲜艳丽的演员们，您觉得您的孩子如果这么培养的话，也可能走上这些演员的道路。但是不好意思，先生，就算找了最好的老师，五音不全，他就是过不了这个级。教育不好孩子，你怎么不去找机构找老师的？跟你妻子有关系吗？然后所有人就得听您的摆布，听您的安排。报什么班报什么班，好，你远程操控，这件事情让人特别生气。生活里看见别人特别难，这段情感或者说这段婚姻10几年结了个寂寞，你把妻子看成了一个生儿育女的一个工具，这就是你们俩现在最真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造成的？有先生的不作为，也有妈妈的不聪明。我在感性情感上面全是站在女方的，我觉得男方做的是巨大的错误，因为你只完成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挣钱，真正的给予养育的是你的妻子。我想跟妻子说2句我觉得你特别不聪明，我相信在你女儿的眼里，你一定是在抱怨说爸爸是怎么不负责任，爸爸是怎么样，爸爸是怎么样的。我们换一套说辞，可能结局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先生，制片部门的，1年4季回不了家，跟这个爹是一样的。这个闺女，前2天我还跟闺女聊天呢，爸爸呢？爸爸得给我挣钱要不然我上不了课外班我爸说要把最好的给我呀。他没有觉得他父亲是缺位的，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女同事，就她一直在给孩子灌输教育的是，爸爸不容易，妈妈很辛苦，你也很不容易，你要学很多东西。就是他有一个这种感恩的，让彼此去看见沟通的桥梁。加油，好不好？这广告语就特别适合你们，就要爱，就要爱。其实今天来，妻子要的就是爱嘛。丈夫口口声声说你不是不表达，我觉得你已经不会爱了，慢慢来吧，好吗？好，谢谢2位，来，请坐，请坐，请坐。哎呀，我们有请年轻的小情侣
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赵23岁，来自山西实习；小李24岁，来自四川新媒体运营。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觉得对方有什么问题？他在拉扯，在选择，在试探，而且准备随时离开我。他自卑，还神经过敏，他就是有分手妄想症。希望对方能改变什么？我希望他别那么脆弱，相信我，我们的爱经得起考验。我希望他不要玩弄我的感情，如果爱，别伤害。最后一句话特扎心啊，对，还特上口。如果爱，别伤害。咋了？我就感觉最近这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一直在玩弄我的感情。呦，就是仗着我喜欢他，需要我的时候，然后就把我甜言蜜语的哄过来，然后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踹一边去。他这太敏感了，其实根本没有，他只是，就像我说的分手妄想症一样，他在妄想，他老觉得我好像对他忽冷忽热的。我有个发小嘛，他老觉得我跟我发小有关系。那就不是妄想症，那就不是妄想症，那是因为我们俩之前就真的就分手过，他跟我提了分手，而且他还跟他那个发小两人还在一块儿了。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时我跟他分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一起也挺长时间了，我也挺难受。跟他分手的时间我还找过他嘛，但他一句都没回我，我就想着可能他对我就没有再和好的意思了嘛。当时快走出来了，我感觉自己稍微好一点，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问我在干嘛。我好不容易快走出来了，你又说这些，又勾起我那些之前的那些回忆。当时是你提的分手，我现在还相当于是还在气头上，你跟我说这些我也不搭理他，然后我就没理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跟他发小在一块儿了。我之前我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俩是不是有点啥，他就说是他父母认的一个干儿子，他半个哥哥，然后我就没在意。结果他现在分手了以后又给我来这么一出，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都分手了以后他给我发这什么意思呀？还问你觉得呢？我想尝试一下你。我觉得可能是我当时可能也确实是脑袋有些抽吧。他毕竟对我好像就是没有再复合的意思了，我就想说给他发一个吧，然后就是做最后的告别嘛。那你说要是他俩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自己感觉难受一会儿，我就祝福他们两个嘛，我大度一点，我祝福他们两个。他这不是句句都是试探，句句都是等你挽留吗？那他都跟他发小在一块儿了，怎么还句句挽留呀？没有，他说的是你觉得呢？我想试一试，要尝试一下吗？就等着你说一声不留下。但是我当时我就已经就是感觉已经有点就是绝望了，相当于。他当时祝福了我。对，我就祝福他们两个，我大度一点，我祝福他们两个嘛。然后我就跟我发小，我们两个就处了处嘛，但是根本没处多久，我们俩太熟了，下不去手。对，他对我没感觉，我对他也没感觉，牵个手我们都觉得别扭，然后我们就和平的分手了。然后呢，你们俩怎么又好上了呢？他跟他发小分开以后，他跟我解释，后面跟我说是就是为了气我，就是为了看看我什么反应。结果呢，我后面然后他又频繁的又开始找我，给我发消息。说是要和好，我好不容易真的，我就感觉我就相当于在一个有两下子哎，你那个视频能看吗？视频是什么呀？不是视频，就是他给我发我俩之前一些甜蜜的回忆。这个我们能看吗？能行。哇，你可以呀！这个女生绝对是个高手。道哥，我跟你说，你但凡能学她的1/1000，你们俩婚姻也不是现在这个状况。看了这个和好了，和好之后怎么样？和好了以后，其实我想了想，我还挺不平衡的。我就想，凭什么分手他提，那和好还是他提啊？我就越想越气嘛，相当于是，然后就两个人之前还因为这事还又冷战了一段时间。
那结果后面我想着，既然都和好了，和好那就两个人一起好好处呗。那我就纳闷了，他那个发小就阴魂不散。本来我因为他发小之前就跟他在一块儿那事儿，我就心里面有疙瘩。现在那发小还老出现，咋了？咋了？就前一段时间我俩刚和好那会儿，就有一个他挺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我就提前2个月，就是开始攒钱嘛，因为我当时也在上学，也没什么钱，我几乎就没怎么好好吃饭，然后给他攒这个钱买这个票，我想给他个惊喜，没有提前告他，结果他跟我说他有票。他说他发小给的，你们说这事儿不是应该男朋友干的吗？他发小出于什么目的给他这个票呀？那他当时出于什么目的给我的时候我也呀？拒绝了呀，我拒绝挺多次了。是给他1张还是2张？给了1张，那1张，那你想想，谁都明白咋回事。给你1张就是想我这儿说不定我还有1张，咱俩到时候一起去看。合理想象。合理想象。当时我拒绝了挺多次的，但那个发小他直接就把那1张票寄到我家了，然后跟我说：“那你自己去看吧。”他都不告诉我，就直接寄了张票。我就想知道后来演唱会看了没有？我跟他去看的。发小那张票怎么处理的？我是拿着那张票，然后我带着去找他，我寻思着有1张票了，然后我们俩再买1张票，还可以省1张票钱，我们俩去看嘛。他就不乐意这张票，他就说我发小给我这张票还对我有意思呀什么的。那这本来我兴高采烈攒了2个月的钱，我就告诉我给他个惊喜。第3张票怎么处理的？他不乐意嘛，然后他不乐意，我就把那个票还给我发小了，我就没有拿他的票，然后我们俩自己就拿他的票，我们一起去看的。看了高兴吗？高兴。高兴。他给我买票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挺高兴的。所以男生其实是觉得他跟发小这事儿可能还没了呢，是吧？对，我就觉得他俩是不是？那你想想，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送演唱会的票，仅仅是因为关系好吗？理解。这个除此之外，阴魂不散，就是说时时处处都在。除了演唱会之外，还在什么地方？那还有就是之前我不是跟他已经见过他的父母了，所以我就加了他父母的这个微信，加了他父母的微信，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他母亲发了一个全家福，全家福里面就他一家的人在加他那个发小。你说这事谁能接受呀？这怎么回事呀？我跟他在谈恋爱之前，我爸妈就挺中意我那个发小的，有意撮合我们2个。但是后面我都跟他在一起了，然后我爸妈，我发小的爸妈也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他们都已经断了撮合我们俩的意思了。然后我爸妈就寻思，我觉得没有，发小做个干儿子吧。我觉得没有，我刚刚还在想，你妈妈为什么要加男孩的微信？有几个妈妈有那个好奇心去加一个可能不靠谱的男朋友？我也觉得他妈妈可能就是故意发那个朋友圈气我，就为了加了以后好发个图给你，让你知难而退。那我爸妈选择的就觉得发小可以，但是不是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呀。所以你就直接回答他对你怎么样？他没跟发小再来往不就行了吗？他还有跟发小来往？我跟发小就是普通朋友，他对我没意思，我对他也没意思。我知道，那你们俩之间还有往来吗？大家肯定有啊。那现在上班的时候，我平时找他，我俩本来离的一个城市也挺近，那1个多小时。我平时找他，他就不想让我去找他。我说接他下班，他就老是觉得说是麻烦呀啥的，然后我感觉故意躲着我。然后上次我说要去找他，他就说他发小接他，然后俩人一块吃饭。他来要1个多小时，然后回去也要1个多小时。如果去找他的话，我们俩也是。然后我上班也挺忙，他学习也挺忙的，来回就几个小时，那不挺耽误时间吗？姑娘，而且我们每个月周末都玩。大家都是成年人，成年人都知道2个字是避嫌。不避嫌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你还想给他留一个活口。那发小就是在我们这边都已经是半个亲戚了，他相当于是我哥哥，我相当于是那你可能跟亲戚在一起吗？成为而且我都很少跟他见面了。就问你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你发小有女朋友吗？没有。那不就完了？那个你今天来是为什么，小伙子？来就是想说让他跟他发小断干净，就是彻彻底底就以后就别再联系哦，要不然我俩就直接就是相当于让我在这长痛不如短痛，要不就我俩就分开。听明白了，就是在发小和我之间做个抉择嘛，姑娘抉择一下吧。这个没有可以选择的呀，他老是让我做选择，我发小在我这都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呀，他最多跟我是友情半个亲情，我跟他才是爱情，发小怎么可能在我这有选择嘛？行，我挺同情这位小兄弟的。我这最起码感情专一，一直在自己独方面去付出。我也感觉是小伙子挺实在的，他对感情最起码对这个女孩他是真爱，真的喜欢她，所以说才能一次一次这样的容忍。我感觉小伙子比他强。我挺同情这个小男孩的，我认为感情一定要专一，
不能拿感情当这个勺里的菜，颠过来颠过去，这是不行。男生的要求其实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难，因为我没有办法界定什么是断了。他俩中间你必须要做一个取舍，必须要有个态度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态度拿出来，你不要搞这么模棱两可的，让人觉得你这个挺有。这个发小就是一个引子，就是你爆发你的脾气、宣泄你的情绪的一个药引子。发小断联了，你们俩还会有其他问题。我把这话放在这儿，这问题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去找到根源。女生这个男生始终就不相信你，他理解不了你所有的这些举动，你对他的爱啊，比他对你更深。白老师直摇头，不同意是吧？真的，因为其实可能是女人最了解女人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还是有两下子的。其实确实是像刚才老师说的那样，发小并不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点，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因为发小之后还会有更多都无法割舍的亲密关系的朋友，因为人生很长，可能现在只是他现在没有出现。当有的时候要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必须要拿出态度的时候，你却没有态度。我还是那句话，女生最了解女生，所以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你，就这样。看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我就和莎娜我们俩对视了一眼，就像白老师讲的，对，有两下子，有两下子。你可以把人的心捏住，这一个男孩子想跑确实有一点难度，你会把他抓在你的可控范围内，但是你真也没有那么爱他，眼下可能的确也还需要他存在于你身边吧。小伙子，眼下他对你有感情吗？有，但不多，更多的是跟你建立了一些习惯的默契而已。对于他来讲，跟那个发小有没有关系都不重要，发小可能只是个饵，他要的是牵动你的情绪。姑娘，她现在快疯了，要不咱就放了，好不？其实，发小存在这件事情啊。我们谁都有发小，我们也有很多的什么世交之类的啊，两家几家大家一起吃饭啊，对吧？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我们如果对对方没有意思、不喜欢的话，只是小的时候发小，一起长到大之后联系会很少，即便是发小也会越走越远。为什么会频繁联系？因为长大之后发现，哎，我的发小姿色不错，可以发展一下。所以姑娘，他对你有没有意思，你心里最清楚。但是你不能拿别人当傻瓜，就看在他一心一意爱你、一心一意喜欢你的份上，我觉得你应该对他有最基本的尊重。我觉得这个情感其实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不叫爱情，这是一个占有的一个戏码。你们俩未来的问题会非常非常的多。他跟发小曾经交往的这件事儿，你过不去。这个节你肯定过不去，分手，坚决分手。今天，就有些事儿抹不掉、擦不掉。而且姑娘口口声声的说以他为重，但连他想见你，你都因为所谓的来回折腾几个小时、浪费时间为理由来拒绝。在同一个城市通勤只要1个小时，居然以此为理由拒绝见面，这不是爱呀，姑娘。你连想跟这个人多在一起、多待一待、更多待一待的冲动和欲望都没有。所以小赵，我给你的建议特别简单，就是当你分不开的时候，你就想这一幕：我们俩结婚了，幸福的走在了一起。突然有一天有人敲开了门，是干哥来了。干哥哥说：“哎，在家里吃顿饭。”你那个心里会怎么想？你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了，我觉得好多事情它就过去了。你这个事儿想不清楚，你会纠结一辈子。你想想，你未来的丈母娘，哎呦，看着那个他的干哥哥，这个爱呀，然后你但凡有一点不称丈母娘的心意的时候，丈母娘就会随时拿出来，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对吧？你心里舒服吗？我们今天是害怕你们再纠缠下去，最后2个人在这段情感当中受更重的伤。女生，我也建议你勇敢的跟他分开，然后记住，你有下一段感情的时候，这个干哥哥一定要远离。这个边界突破了，这不是你干哥了。我给你一个界定，那叫前男友，是不是前男友？对，是不是交往过？所以那是前男友。都哭了。那男生就知道吗？
对不对？那哪里是干哥嘛，就是前男友嘛。所以小赵，你也可以做前男友就好了，过吧，翻篇吧。谢谢两位，请坐。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樊先生52岁，来自天津，食堂大厨；厉女士48岁，来自黑龙江，服务员。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会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态度？他总觉得我高看他了。他说他找的另一半长相是越找越差。我觉得我条件比他强，他应该知足了。还没结婚呢，好多事情他总是想做我的主，他挺不拿我当回事儿的。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他私人好几人了，心理年龄特别不成熟，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他自以为是，爱摆谱，特别现实，不够爱我。难怪您说的感情不能像颠勺子呢，是吧？形象。说说吧，您这追了多久追到的呀？这一听就显然男追女嘛。我追了4个多月，到现在认识已经1年多了啊。开始呢态度不冷不热，然后呢4个月之后才同意跟我处对象。但是呢后来我们俩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有一回他无意当中说漏嘴了，他说在认识我之前，别人已经给他介绍一个帅的工厂的工人，正好也符合他心意，他呢就主动追人家，但是呢。一段下来之后呢，人家对他态度含含糊糊，也没有明确的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和我在一块处对象。我这才听明白，你这不是当我是当第2选择了吗？不是这样事儿的，主持人。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对感情特别认真的一个人。在他之前呢，是我先认识那位相亲对象的。他长得挺帅的，而且我从小到大的择偶标准也是想找一个帅的，但是后来吧，他对我也是忽冷忽热的，我们的关系很难走下去。你觉得他帅吗？我觉得他是挺帅的，多好。但是唯一欠缺的一点就是他的头发比较少。他曾经说过这话，他找对象要找个帅的。可是现在越找，长得越来越丑。我只是觉得你的头发比较少一点，如果说你戴一个假发什么的，会更好一点。那你给他弄假发了吗？我在软件上给他 P 过一个图片，我不喜欢戴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这图有吗？有，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您自己 P 的是吗？对，挺上心的呀。这是变了个人，右边的还行啊。对，不，我还是觉得现在这样帅。这假发我看别人也戴过，一眼就看着了不自然。再一个，我的工作性质，厨房里头这戴不了那个东西。对，我也没有说让你上班的时候戴呀，我只是说让你，比如我们上街的时候、遛弯的时候，你可以戴一下。不是，那他戴上了以后是给谁看的？给我看呢。你眼睛在看路啊，你走路又不可能老盯着自己男朋友的脑袋。但是他戴上我就觉得很帅，我就很高兴，我很喜欢呀。这姐姐少女心。对。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她有一个17岁的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她一个母亲。这个孩子呢，现在这个岁数大家也知道，都是比较叛逆，思想也比较独立。我和他相处之后呢，他孩子看我这个眼光，根本就不待见，带打不理的。他管您叫什么？叔？这不叫叔，头一次我就接受不了了，喊我叫爷爷。叫爷爷。然后呢，我们俩相处，有时候出去吃个饭呢，或者是溜溜商场转转去。我想就是2人世界。他呢隔3差5就带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总是离我的8丈远，就嫌我身上那个油烟的味儿。有一回，这孩子捅着我的面，跟他妈妈就说了：“我就一个爹。”一听这话，不明摆的就是把我排外嘛。孩子比较小嘛，他还是个小孩儿。我想以后呢，咱们慢慢的领导他，教育他，他跟咱们会慢慢接近的。后来有一回聊天呢，他说他前夫想叫孩子过去，
我想这也行啊，这不挺好的吗？这前夫我是不同意的，我是不同意这件事儿的，因为孩子从小到大都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作为母亲呢，我是不舍得我的孩子离开我的。离得也不远，想见就见了。再说了，这边人口也多，还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她呢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又是服务性行业，天天下班特别晚，孩子这个生活学习上也照顾不了。我呢又是个外人，那都没法插手。这孩子本身就对我有抵触情绪，我说不行，放到爸爸那儿去。他呢就不愿意。你们这是听这意思，就是这节奏是要结婚是吗？后边谈到这段了，他说这个结婚呢要大办，要录像，这个要车，还要彩礼，还要8万块钱。你这好家伙！我要彩礼怎么着了？凭什么就不要我要彩礼呢？也不是说不让你要彩礼，你也二婚了，他二婚，我也二婚。我二婚又怎么着了？谁规定二婚不能要彩礼的呀？就是大操大办嘛。那大哥您想怎么办？我是想着俩人出去旅游一趟，去转转玩玩，这不也挺好吗？彩礼呢？彩礼呢，他是要8万块钱，我觉得有点太多。他就说要给我1万块钱。彩礼8万要那么多，这彩礼后来你也拿不回来。怎么就拿不回来了呀？孩子也需要花钱。你怎么就知道拿不回来呢？这个老人也80多岁了，后边还需要花钱，花钱地方多了。婚礼为什么省的？那不大办了，留这个钱呢，就以后用在刀刃上。行吧，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就是让他戴假发，是吧？对。让他给你8万块钱彩礼，你就嫁给他，是吧？对。让我戴假发，我戴不了那个，工作也不这个环境不允许。再一个，我也不喜欢那个。彩礼呢？彩礼的话，我觉得这个要的太多了。你头一回他结婚，人家1分钱也没给他，那是以前。他也结婚了，怎么到我这儿又要大办又要彩礼？哎呀，心里不平衡了。我就觉得这个钱咱省了以后，孩子也得用钱，老人80多岁了也得用钱，所以用了以后不好嘛。所以您家的孩子有孩子吗？您那儿？我是正因为我是没生孩子，这方面经验也没有啊，所以跟他的闺女不好处，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事。所以您这个再婚没有什么阻力，是吧？我自己挣钱也不算少，我条件也不差，自己也有房子，我家里老人的话，高级工程师，自己也有保姆。那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就差这8万块钱呢？也不用我去出力。为什么要那8万？我就特好奇，您要那8万是为了什么？因为之前吧，我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是裸婚，没有房子，也没有彩礼，也没有婚礼，然后呢，导致我现在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我又没有穿过婚纱，我就觉得没有穿过婚纱的女人是这一辈子的遗憾。那你不是应该找你前夫要这些吗？对不对呀？我理解，这应该是前夫给的呀，不是他呀。因为那时候比较年轻，我考虑问题也没有那么周全，也比较傻嘛，然后就跟着。那为啥你聪明了，他就得倒霉呢？我觉得一个男的如果说想找个伴侣的话，花这点钱也不算什么的呀。他一直在说钱，你一直在说钱，没有物质条件，你也是，你一点没看上咱哥哥，对吗？不是没有看上他，如果没有看上他，所有的新娘们为什么要拍婚纱照，都会说的是，因为我想和这个人拍婚纱照，而不是说我想披个纱。你根本在心里头不介意旁边这个人是谁，这才是要命的。我当然介意他了，如果不介意他，我怎么会答应他呢？你听听他们的这个意见和看法。我觉得大哥人挺好的，就是钱方面太抠了。你怎么永远就这一句话呀？因为他大方。就是钱方面太抠了吧？2000块钱。你倒就是确实把钱都给了老婆了。这位大姐要求这个大哥要戴假发，我这一点我就感觉有点理解不了。因为你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现在又要他去戴假发吧？所以你看他们夫妻能过得长啊，对啊，他那个角度都是生活的角度，反正踏踏实实、实实在在，都很善良。大姐，假设在您边上是那个您没追上的那个男人，这彩礼还要吗？他也答应给我彩礼的呀。
哎呦啊，你跟那个人都谈到彩礼的问题了，都答应了没给你彩礼，那不也没在一起吗？对呀。所以大姐啊，我觉得你不是来找一个爱人，他是来圆梦的。彩礼啊，人家始终就没松口啊。我觉得一个女人要一个彩礼过分吗？所以不过分，关键人家想不想给你啊？有一句话不说了吗？男人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他都没对我有心。不是，人家可没说不给你啊，人家要给您1万块钱的，不是不给啊。1万块钱让我觉得就像在打发一个要饭子似的。给我彩礼呢，是对我的一种尊重，而且是以后生活是对我的保障。所以嘛，这是2个人的不同的这个观念嘛。他觉得这个钱不应该花在这儿，应该花以后的孩子。你没有孩子呀，就是你的孩子嘛，对不对？以后共同的生活嘛。但您不能理解这一点，您始终是在自己的过去当中那个遗憾要去补偿。你有一个梦没有实现，要让这位大哥帮你去实现，但你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大姐，之前那位不是他答应给你8万吗？然后你为什么要分啊？长得又帅，为什么要分啊？我估计可能是他嫌我比他年纪大一点。啊，那还是人不要你，那就是谈不上这8万了。这位大哥他愿意跟你在一块儿，他本来就长这样，你让他戴假发，啊，你们相伴到老，难道要待到80、90岁吗？再一个来说，我觉得真的你不像一个过日子的人，你知道吗？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这个大哥也说了，他说以后还有80岁的老人，还有孩子。他不是说这8万块钱的事儿，他是希望就量体裁衣的给你1万块钱，剩下的钱用来好好生活。但你反反复复在提这8万块钱，反正我是觉得没有大可不必了。真的，到这个年龄，咱就开开心心的，好好的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是不是啊？能感觉到您对姐姐的爱，你也是扎扎实实想跟姐姐有个未来，但是姐姐本人不这么想，她不会如你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您的贤妻良母，所以她不适合成为您的妻子。但是如果您还是需要有一段浪漫的爱情的话，您追了4个月才终于追到手的，那不如先谈恋爱吧。我有2点，我觉得让我听完以后心里很不舒服的。第一点就是女儿明确表示了反对，对，但是她不顾女儿的想法，就是你有考虑过您真的嫁给他之后怎么去处理女儿和他的关系吗？我觉得你这个妈当得不称职，这是第一点。第2点，如果您为了弥补遗憾而去展开就是您的感情的话，我告诉您，您最后什么都得不到。走进婚姻，我们必须要确定的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是爱和喜欢。财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只谈财富的婚姻，只谈物质的婚姻，你放心，一定幸福不了。感慨啊，大哥也是属于上头，跟小赵是一样的。对，上头上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2位女生的这个心里头，都有一个心头。对她来说是一个婚礼的梦，对她来说是挥不去的发小，都是一样的。纠结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忽视了关注身边的这个人的优秀品质，他们把这个忽视了。包括咱们看到的这一对夫妇也是一样的。先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挣钱上，妻子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养育子女上，而在情感关系当中，那个人的感受大家都忽视了。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大哥，我是劝您跟劝小赵是一样的，我是觉得您应该离开这位大姐，因为这位大姐不够成熟，她没有把心思放在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件事儿上。等她什么时候圆了她的婚纱梦，圆了她的婚礼梦，那个时候可能她的人生会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估计您等不到了，找个其他的人吧。行了，我们要谢谢3对朋友对我们的信任。来，请回，请回，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谢谢，谢谢。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会作何选择，请开门。拍一下，录一下，
发给老婆，发给女儿，定期给老婆买一支口红，买一件衣服，给孩子写长长的信，买一个玩具，给孩子视频一下。别对孩子有那么高的人生期待，平安、健康、快乐就是他们应该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但是舞蹈、武术却不一定需要逼他们个个都拥有。当孩子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反而不会理解父母的馈赠，他认为这叫无情的压力。听听孩子的心声。那我们就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来，各位请见证。估计生活里很久都没这样抱过了。好了，回家好好抱抱吧。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就是来自四川的小情侣了。你们觉得小赵会走出这个阴影吗？我觉得可能会出来。会出来，会出来啊！我期待不出。我也期待不出。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没有，特别好，特别好。这个结局无论从哪个出发点去考虑，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走向。对，下面可就难猜了啊。50多岁的大哥，老房子着火，恋爱了。你别看大姐，那恰恰可能那个大哥喜欢的就是那个劲儿，拿捏住。他们会怎么选择呢？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预测一下，不出来，不出来，不出来。我觉得那大哥的眼神都清醒了。对，不出来。好，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爸。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感谢观众朋友的又一次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